Hello， 大家好，我是郑鼎，然后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那今天我们要以专业摄影师的角度跟大家分享尼康 Z9，它在真的工作的使用上是如何帮助摄影师的。那对我而言，其实尼康 Z9我使用了1个多月，那我的感想其实它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安全感，因为它就是一台旗舰机该有的速度反应，那包含它的对焦的准确性，还有它的连拍的这个速度很快。所以在工作上可以帮助我在更短的时间，就是拍到我要的照片。那今天的影片会用这个棚内工作的实际拍摄的结果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的摄影棚里面用 Z9所拍摄的一个侧拍给大家看。这次为了在棚内测试这个 Z9啊，我们特别找了这个老鹰跟舞者来做一个创作。那其实要拍老鹰或者拍鸟类啊，最难的不是它平行的这个移动，而是它朝着相机直接的飞过来这种垂直的一个移动。那尤其这个对焦距离其实是在相对比较近的范围内去拍摄这个鸟的移动，所以它是相当考验相机的一个对焦能力。就是如果你今天是拍一个在30公尺外的一个鸟，跟你拍一个是在5公尺内鸟的这个移动，其实那个难度是差很大的。那所以我们这个完全就是要考验 Z9的一个对焦能力跟反应的速度。那我们会发现，因为它连拍很快，对焦又很准，所以在每1秒所发生的事情，它的那个瞬间是差别一点点差别。你在短时间你可以很容易去取得我们要的一个瞬间，或者是我们要的画面。所以对于一个商业摄影师来说，我们常常在拍广告的时候，这个模特儿他可以减少他跳跃的次数，因为其实可能跳几次，那因为相机在每一次连拍所捕捉到的画面是更多，然后更细致的，所以它整个会让我们的工作流程更快，然后更容易。那这次拍摄，我们还特别找了福尔摩沙的这个马戏团到我们的棚内做表演。那其中有一个表演者，他是空中瑜伽的老师，他在一个这个高空的吊环上啊，做快速的旋转，不断的旋转。那其实他旋转的速度很快。那我有发现说，如果是以前在拍摄这样的题材，我根本不可能说，因为他的脸会一下左边一下右边，我不可能说一直去快速的移动我的对焦点去追他的脸。所以其实以前你只能把它放在他的身体，然后让就是泛焦的方式让它整体都清楚。可是这一次用 Z9，我发现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是，它在它快速旋转的时候，既然相机都可以辨识到它的脸，而且连它的脸是颠倒的情况下，它都能够快速的抓到它的脸。那实际我们就是回到这个电脑里面去看我们拍出来的照片的时候，就是我觉得非常的惊艳，就是几乎真的90%每一张照片都是准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厉害的，就是它在这个对焦跟主体的辨识上非常的强。因为 Z9 它的这个高画素跟高连拍啊，所以我们在棚内在拍商品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好处，因为我们常常会拍一些泼水啊，或者是倒酒啊的一些画面。但以前因为这个瞬间都很短，如果你的连拍不够快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试非常多的时间。那这一次我们就发现 Z9 它1秒20张的连拍呢，能够在瞬间切成非常多的一个不同的一个面向，让你去选择照片，所以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去拍到我们要的那个瞬间。那当然，大家对于一个商业摄影师来说，最关心的就是 Z9 它的画质到底好不好。那我就在棚内特定设计了一个场景，那它的反差是非常的大。我找了一个灯泡，它就是打开的时候环境是暗的一个状况。那我们一样拿 Z7II 来跟它做比较，因为 Z7II 它是延续850一样，都拥有 ISO 64的一个很低感光度的，然后画质非常好的一个机种。那我们会发现，其实 Z9 跟 Z7II 它在 ISO 64的时候，它所呈现的这个画面，两个几乎是一模一样哦，你很难找到有什么差距。这2台相机你很难找到有什么差距。那不管我们是把它做这个
宽容度的一个盯，把它的宽容度2台的宽容度都把它盯很大，就是把它的这个暗部跟亮部的细节都把它用软体把它给逼出来。那你会发现，其实这2台相机在画质上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所以Z9呢，它虽然它的连拍很快，虽然它是电子快门，但是你会发现它跟 Z7 的这个画质的表现上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大家就不用担心说，因为它是用电子快门来拍摄，然后而去牺牲了它的画质。那 Z9 在这方面，它一样是延续了尼康很棒的传统，就是保有很棒的一个宽容度，然后很干净的一个暗部细节。所以在我们做像空间拍摄啊，或者是商品拍摄，有时候我们把暗部提亮的时候，它能够保有很棒的一个暗部的细节。那另外一个我想要提的是，我们常常在拍商品跟空间的时候啊，会拍不同的曝光或者是不同的光线来做叠图的一个动作。那因为 Z9 它没有这个机械快门，它只有纯电子快门，它没有任何震动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叠图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的轻松，那不用再去就是手动的去把这个每一张的这个位移把它对起来。那对摄影师来说，其实是减轻了我们工作的一个流程跟时间。Z9， 因为它是纯电子快门，但以前我们用 Z7 在拍这个LED 或者是室内会闪烁的光源的时候啊，你的电子快门只要高于大概1/30秒、1/60秒，我们就会很容易拍到这个灯管闪烁的这个频率。但我这一次发现 Z9 它很神奇的是，它一样是电子快门，可是它在跟 Z7 一样的条件比较下， Z9 完全没有这个问题。那如果今天对于一个剧照师，那他今天是在一个电影或是剧照的一个侧拍的情况下，他不能够有快门声，只能够用静音的电子快门来工作的时候，这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而且以前的机种因为扫描的速度不够快，那如果那个舞者或者是这个演员的动作很快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手脚甚至脸部会有一些变形的问题。那这一次在 Z9 的上面，完完全全是处理掉这个很大的问题。那对很多的人来说是一个很棒的优势，因为它是完全不会变形，也不会有闪烁的一个电子快门。不管我今天是拍演奏会、音乐会，还是说一个重要的演讲，那其实你都可以很安静、不干扰被摄体的情况下去做工作。那当然，我们也有在棚内进行这个高速闪光灯的同步的一个测试啊。那我会发现，其实即使是8000分之1秒，我仍然可以使用 Z9 来同步闪光灯。只要你的闪光灯有这个高速同步的功能，其实等于说在这个任何的它的这个8000分之1秒以内的这个快门速度，你都可以去达到同步的一个拍摄。所以这个电子快门，几乎就是真的是完全可以取代以前的这个机械快门。那这个是我觉得 Z9 它非常棒的地方，那也是它跟目前市面上很多机种差别最大的地方。现在要提的一个是这一次 Z9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技术，就是它的弱档采用了一个叫做高效率压缩的一个技术，它能够保有一样的画素，就是4500万画素，可是档案可以缩到最小，可以缩到剩下原本的1/3。那以前尼康的弱档是分为什么 LMS， 就是有3种的弱档格式。现在在 Z9 只有1种大小，就是全部都是4500万画素，可是它的这个压缩的这个格式的压缩比率不一样。那你会发现高效率压缩跟高效率压缩的这个星号啊，它的这个档案大小只剩下1半跟1/3，其实非常厉害。那我们也实际在同一个画面拍了3种的压缩格式。那我有发现说，其实我们很难在肉眼上去发现这3种压缩格式有什么不一样。不管我的这个曝光把它拉亮5格、拉暗5格，还是说把宽容度拉到很多，那我其实是无法从肉眼去判断说这3种压缩格式到底有什么差别。等于说，你即使用了最高效率的压缩，可是你还是无法察觉到
画质有变差这件事情。那这对于很多每天拍摄量很大的一个用户来说是很大的一个福利，因为你原本拍摄一天100G 的档案只剩下30G，那每一张的档案变小了，所以你的电脑处理也变快了，那甚至是你的硬碟负担、你电脑的负担都变小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技术，我相信未来很多的相机厂商也会加入这样子的一个技术。那目前这个技术是由尼康它优先使用。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一定要跟大家讲的地方，因为以前的 Z7 跟 Z9 它等于是一样的画质，可是 Z9 它有更小的一个档案，那处理起来会更方便轻松。这次 Z9 呢，还有另外一颗非常重要的镜头，就是100/400的一个焦段。那我第一次拿到它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惊艳，因为它的大小、重量跟70-200几乎是一样的。那更厉害的是，它在这个重心的设计上，在你变焦的同时，它能够保有重心在一样的地方，不会让你有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而且它的这个对焦速度跟画质，完完全全对得起它的这个价格，完全就是顶级镜头该有的一个水准。所以我觉得是一颗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镜头。我们来总结一下 Z9 它的重要的功能跟特色。那它是一台高画素4500万画素的一个机种，它拥有每秒20张的一个高速连拍，甚至可以拍摄每秒120张的这个 JPEG 的档案。那它拥有世界上最快的扫描速度，它没有机械快门，它可以就是真正的享有这个像光学观景窗一样的这个零遮黑、零延迟的一个拍摄的一个感受。那包含它的整个人体工学，它的这个快捷键，它会发光的按钮，它的更好的一个电力等等的，包含它的这个新加入的这个垂直的一个翻转萤幕。其实你会发现，它从设计到整个使用的一个流程上，用了1个多月，我其实真的找不到什么挑剔它的地方了。那它这一次不管是平面还是在录影，它都几乎是给你业界最高的一个规格。那像它的影片可以拍摄8K 2个小时不会过热，那未来还能够透过韧体更新拍摄8K 60个 ProRes RAW 内录的一个影片，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那对于其他家来讲，这样的规格几乎是电影机才会有的。那尼康还有一个值得在录影上一定要告诉大家的地方，就是其实每一颗 Z 镜它都是新时代的一个设计的一个系统，所以它在录影的时候，你在做这个对焦的转换，它并不会有呼吸效应的问题。所以其实每一颗 Z 镜你都可以直接拿来录影，不管你是记录生活还是专业的工作者来讲，它对录影的工作者来讲都是非常的友善。当然，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尼康它对于录影的一个重视跟这个积极度，它希望能够在录影的市场上得到更多的一个回响。这一次呢，尼康的录影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你可以在边录影的情况下把画面变大来看局部的一个画面，甚至是把8K 的这个录影画面截图出来，还可以输出成一张海报因为它有非常高的一个画素。那以上这些功能呢，我们都可以感觉到，其实 Z9 它是完全超越我们的期待，不管是它的这个软体的还是硬体的部分，几乎都是旗舰机应该有的一个水准。那我觉得，也许不是每一个用户或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需要，或者是有这个能力去使用 Z9 这样的机种，但是我觉得它为尼康带来一个很大的效益是，大家可以期待后续 Z73 或 Z63这样子的机种，它在对焦的这个表现上，甚至它的很多的功能，从 Z9 下放以后会得到很大的提升。那这对整个还没有加入无反的用户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所以也非常期待，就是尼康能够尽快的推出后续的机种，让很多老用户能够更快的去加入这个无反的行列。今天的总结呢，就是我觉得尼康 Z9 它可能会成为史上最耐用的相机之一。
因为它的这些功能加上它没有实体的快门，我觉得它会可以真正变成一台传授给你儿子的一个相机。以上这些影片呢，都是我以个人的一个角度去试用跟分享的一个心得。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按赞、订阅、分享。那我想跟大家讲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今天我们也一样用手机记录生活。那我也跟大家一样，可能会用空拍机来拍摄。可是对于拍照这件事情，我最喜欢的还是尼康。